我叫徐明，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人。30岁的我，每天在公司做着琐碎的工作，下班回到昏暗狭小的出租屋，生活平凡的没有一丝波澜。某个周五的晚上，我和几个同事去了一家市郊的旧书店消磨时间。那家书店阴森破败，光线昏暗，角落里散发着一股尘土和霉味，仿佛被时间遗忘了。我的目光被一个破旧的书柜吸引，它在角落里，书柜上落满灰尘，书页泛黄卷曲，好像谁也没兴趣去碰这些古老的文字。我随手拿起了一本封皮已经破损的旧日记本，它看上去很普通，封面没有任何文字，纸张也开始泛黄发脆。我本该把它放回去，但内心某种无法解释的冲动驱使我把它带回了家。那天夜里，我躺在床上，昏暗的床头灯照在日记本上，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沉睡的秘密。带着一丝好奇，我打开了它。第一页没有日期，只有一句话：9月13日，一辆红色轿车将在车站对面失控撞向人行道，3人受伤，2人死亡。看着这些冷冰冰的文字，我的心里闪过一丝不安。这到底是某人的想象，还是真实的记录？我以为它不过是一本普通的旧日记，可很快我发现它远非普通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事情开始变得诡异。9月13日的早上，我在新闻里看到，市中心车站附近发生了一场车祸，一辆红色轿车失控，撞上了路边的人行道，造成了3人受伤，2人死亡。新闻画面里血迹斑驳的街道和散落在地上的鞋子，让我感到一阵眩晕。这一切和日记中描述的细节一模一样，这难道是巧合？还是说，这本日记真的在预言未来？我陷入了深深的恐惧。第二天夜里，我忍不住再次翻开日记，看到的内容让我冷汗直流。9月18日，一位35岁男子将在郊区公园被发现在树林中上吊，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者。日记描述的详细无比，甚至连男子穿的衣服颜色、鞋子的款式都清晰记录。我盯着这些字，心里掠过一阵寒意。我本想无视，但命运仿佛在与我作对。9月18日的早晨，这则新闻出现在了电视上。一位35岁的男子在郊区的公园里被发现上吊死亡，正如日记所写的那样，没人看见他走进树林。连续2次准确的预言，让我对这本日记的真实性再无怀疑。这根本不是什么日记，而是一本诅咒之书。我该怎么办？放任不管，还是尝试改变即将发生的悲剧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变得神经质，整日担惊受怕地盯着那本日记。很快，新的预言出现在了日记上。9月21日，一栋高层住宅楼会发生火灾，至少4人死于火焰之中。我无法再视而不见，终于鼓起勇气做了一件让我后悔不已的事：报警。我向警方描述了即将发生的火灾，但对方听了我的描述后，显然不相信。我只能颤抖地等待着9月21日的到来。那天夜里，我失眠了，始终关注着本地新闻。然而，凌晨2点，新闻头条发布了一则紧急消息：市中心一栋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，4人死亡，10余人受伤。再次和日记的预言丝毫不差。我几乎崩溃。这种恐怖持续不断，未来一个接一个的悲剧被书写在日记里，而我无能为力。它像是一个死亡名单，逐一记录着那些即将逝去的生命，而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眼睁睁看着它们发生。可我不甘心，我要改变一切。日记翻到了10月7日，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字：一位叫徐明的男子将在其住所发生意外死亡。我呆在原地，浑身发冷，那个名字竟然是我。不可置信的恐惧席卷了我。我知道命运不曾偏离日记的预言，然而，如果我就是预言的一部分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我的命运也无法逃脱？不行，我不会坐以待毙。在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试图做一切可以改变命运的事。我离开了出租屋，搬到朋友家暂住，不接触任何危险的物品，甚至断绝了一切外界联系。朋友们开始怀疑我精神失常，可我顾不得解释。只要能活下去，
我不在乎什么。然而10月7日终于来了，我一天都不敢合眼。那天晚上半夜时分，我在沙发上闭目休息时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那声音像是被什么压抑了许久的恐惧爆发出来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敢回应。徐明，是我，小李，你快开门，我有重要的事。是我一个老同事的声音，语气听起来带着绝望。我犹豫了片刻，打开了门。门外的小李脸色苍白，眼神涣散，身上甚至还带着血迹。徐明，你帮帮我，我看到了一个东西。小李语无伦次，像是受到了极度惊吓。我不安地将他拉进屋里，低声问道：你看到什么了？小李哆嗦着拿出一个笔记本，正是那本我放在出租屋里的日记本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我在你旧的出租屋里找到这个，这里面写了我的名字。他说我会在今晚死在你的面前。我僵住了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的手不受控制地翻开日记，上面一行字清晰无比：10月7日，一名叫小李的男子将在徐明的面前死于心脏骤停。小李，你冷静一点，这可能只是个巧合。话音未落，小李突然眼神涣散，双手紧紧捂住胸口，痛苦地倒在地上。他的脸色瞬间苍白，眼中充满了无助和绝望，嘴唇微微颤抖，像是要说些什么，但最终一言未发，倒在了我面前。一切发生得太快，我甚至来不及反应。小李的身体在地上渐渐僵硬，我看着眼前的场景，头皮发麻。我终于明白了，这本日记根本不是在预言未来，而是在创造未来。所有被写在上面的内容，无论多么荒诞，都不可避免的会变成现实。它不是一本预言书，而是一件诅咒之物。我的内心充满了绝望，我不该拿起那本日记，我不该试图去改变命运。或许命运早已在我翻开日记的那一刻起被彻底改变了。我是他的俘虏，他已经决定了我的结局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带着最后一丝理智，我把日记带到郊区，深夜里我挖了一个坑，打算将它彻底埋葬，摆脱它对我命运的束缚。然而就在我把日记放进坑里的那一瞬间，我听见一个细微的声音从日记里传来，像是被掐断的低语，又像是某种诡异的咒语。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停下，颤抖着将它打开。最后一页上出现了新的字迹：你可以逃，但你的故事已经被书写。10月8日，徐明将试图摆脱日记诅咒，却被自己亲手埋下的诅咒夺走生命。那一刻，我瘫坐在地，脑海中一片空白。我不甘心，我盯着那句冷冰冰的文字，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愤怒。到底是谁在书写我的命运？我从未向命运低头，但现在却被一本死物操控。我疯狂地把日记撕碎，将碎片四散抛向黑暗的夜风。深秋的冷风刺骨，夜里万籁俱寂，唯有那些纸片在空中打转。我以为这样就能结束一切，但突然一阵强烈的寒意袭来，让我浑身僵硬。那股寒意中似乎带着某种无形的力量，让我无法动弹。就在我僵住的刹那，地上的碎片像是被某种力量牵引，竟一片片自动拼合起来，渐渐恢复成了那本诡异的日记。它毫无损伤地躺在我的脚下，仿佛带着讥讽的微笑。我后退了几步，恐惧几乎让我窒息。这时我意识到自己无法摆脱这本日记，它会不计代价地跟着我，像影子般附在我的灵魂上。我不再挣扎，也不再试图丢弃它。冷静下来之后，我突然有了一个极端的想法：如果这本日记真的能改变命运，那我或许可以反过来利用它。我试探性地拿起日记，用颤抖的手在空白的一页上写下了几个字：10月8日凌晨，徐明在这条街上捡到一笔巨款。写完，我闭上眼，心脏狂跳不止。几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任何变化。就在我放下日记的那一瞬间，马路对面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。我看见一辆货车快速驶过，不知从车上掉下了什么东西。我走上前去，惊讶地发现那是一只装满现金的皮箱，散落的钞票在月光下闪烁。我看着那些钞票，
内心兴奋得几乎失控。日记真的可以被操控，如果我能掌握它，那么所有预言的命运就会被我主宰。但兴奋过后，理智开始慢慢回归。我意识到，或许这笔钱并不是什么天降之财。就在我伸手去捡的时候，我听到一声急促的警笛声。回头一看，2辆警车正迅速接近，而几名警察飞快地跑过来，将我团团围住。他们没有多问，直接将我按倒在地。你被捕了，涉嫌盗取运超车物资。一个警察冷冷地说。我愣住了，眼睁睁看着钞票被重新装回箱子，那些钞票如同火焰般灼烧着我的眼睛。被押上警车的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，这本日记的预言无法改变，它不是让你如愿，而是以扭曲的方式实现你的愿望。我越是挣扎，它就越是狡猾地将我引向更加深邃的绝望。我彻底被困在了这场噩梦之中。几个月后，我从看守所被释放，回到了那个阴冷的出租屋。这段经历让我身心俱疲，也让我清楚了一点：日记无法改变，它在我生命中的作用是不可逆的诅咒。我以为自己会就此陷入疯癫，但就在我彻底放弃抵抗的时候，日记却再一次出现了诡异的内容。它的最后一页上清晰地写着：10月31日，徐明决定彻底掌控自己的命运。而这句话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古怪的符号，像是某种指引。无奈之下，我开始查找那符号的含义，翻阅了各种书籍和资料。几天后，我终于找到答案。这是一个古老的咒术符号，专门用于封印灵体，传闻中是唯一可以摆脱诅咒的方法。我决定进行最后的尝试。10月31日那天，我按照古书中的描述，准备了仪式所需的一切：白色蜡烛、镜子以及一本古老的诵经。我在房间中央布置出符号图案，把日记放在图案中央，然后点燃蜡烛，念诵着封印咒语。就在咒语即将结束的瞬间，房间的灯忽然熄灭了，白色蜡烛的火苗猛然变成血红色，空气中充满了腐败的气味。我感觉到一股极其阴冷的气息从日记本里涌出来，像是无数双手在我的身体上爬行。一声低沉的耳语在我耳边响起，冰冷的仿佛来自地狱深处。你以为逃得掉？就在那瞬间，日记本剧烈颤动起来，一行崭新的字浮现在封面上：想摆脱诅咒，唯一的方式是完成继承仪式，将日记交予他人。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抓住了日记，意识逐渐模糊，直到一段记忆涌入脑海。所有曾经持有这本日记的人，最终都被逼上了这条路。他们一个个挣扎、尝试、祈求，但日记始终不曾松手。唯一的逃脱之道是找到下一个人，将它传承下去。我崩溃地坐在地上，明白了结局早已被设定，日记只是等待着我走到这一步。他知道，无论我再怎么挣扎，终究会像无数前人一样，把这诅咒传递给下一个倒霉的人。那天夜里，我走出门，带着它漫无目的地徘徊在城市的街道上，心中挣扎着是否该将它抛给某个陌生人。霓虹灯的影子映照在日记的封面上，那些字迹仿佛在诱惑我。终于，我停在了一条小巷口，看到一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蜷缩在街角。那一瞬间，我差点把日记塞到他的怀里，但内心的挣扎让我犹豫不决。就这样，我僵硬地站在他身旁，几次抬起手又放下。他抬起头，带着迷惑的眼神望着我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我沉默片刻，最终低声说：“算了。”然后踉踉跄跄地离开。回到家后，我打开了日记的最后一页，发现那诡异的文字发生了变化，血红色的字迹缓缓浮现：选择逃避，便永生不宁。我突然感觉四周阴冷无比，四周开始传来低低的耳语，像是无数诅咒和恶意在我的耳边徘徊。我知道，那日记已经成了我永远无法摆脱的诅咒，永远潜伏在我的生活里，直到有一天我愿意传承它为止。从那天起，午夜时分的耳语不曾停止。我活在永无止境的折磨中，是该放手，还是该交付？